哈扎部落的特色炖肉有多好吃，你瞧瞧他们的烹饪过程就知道了。先是将肥肉放锅里面翻炒，看到有油冒出来时，就可以继续放肉到里面，在大厨不断翻炒下，光是看色泽已经足够诱人。他们还会放入各种蔬菜搭配，谁看了都想伸手抓来尝尝。大家猜猜这次又狩猎到啥好吃的呢？当你看到哈扎部落的猎人们要健身，就知道又有幸运儿被邀请上锅。每次准备都需要很耗费不少时间，出动前还有新鲜蜂蜜吃。不得不说，狩猎队的待遇就好。补充完能量后全员出击，可以看到都是比较年轻的猎人。今天就是专门让他们出来锻炼，看能否团队合作拿下猎物。年轻的猎手还在那有说有笑，一点紧张感都没有。还得老猎人控制住场面，让大家专注于地上痕迹。根据他多年狩猎经验来看，100%是头迷路的大疣猪。众人放慢脚步，慢慢走过去。年轻的猎人拿起弓箭，有模有样，看来平时没少跟着去狩猎，眼神里面透露出对猎物的渴望，已经做好随时射箭的准备。前面的猎人还是太着急了，人还没有到齐就发动射击，疣猪受到惊吓跑得老快了，他们勉强还能通过足迹跟上去。原本以为要找很久，没想到疣猪就在那等着。这次所有人拿起弓箭瞄准射击，摄影师都还没看清楚，猎人们就已经欢呼起来，一路狂奔过去呼叫同伴过来。他们的爆发和耐力是真的好，奔跑时呼吸完全没有受到影响。有这样优秀的身体素质，难怪会被选上成为了猎人。已经有人偷偷绕路蹲着疣猪，这老六背后一箭直接命中疣猪，其他人也这时包围过来。众人心情那是高兴的不行，因为疣猪就在眼前的灌木丛里。好家伙，完全不怕被反杀，全部冲上去想拿下 MVP。我是没有想到疣猪块头那么大，足够部落所有人吃顿好的了。老规矩，猎人们会进行处理，将容易腐烂的部分放锅里炖煮。每次狗狗都来晚一步，看来今晚又没有肉吃了。年轻的猎人那是激动的很，觉得自己也能出师独自狩猎，尝试独自扛着疣猪走走，这重量绝对要比人还要重。他感觉倒是没啥问题。众人开始吟唱庆祝起来。有没有大神来解释一下，为啥每次都要先一个人扛着，等他累得不行时才可以换人？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主要是想展示下自己力量。每次看到大家崇拜的眼神，心情那是变得特别好。其实还有一点就是，附近没合适的材料做木杆，只能让力气大的人扛着，其他人则是在背后跟着。有时为了庆祝狩猎到食物，会安排合唱欢迎疣猪的到来。不得不说，确实很有音乐天赋，感觉猪猪都要兴奋地动起来了。其他人已经准备绳子和木棍，这下总算可以两人一起抬走。瞬间感觉那是轻松不少，恨不得在原地兜上几圈展示。一般来说，这么大的一头疣猪，他们能够分到不少能吃的，甚至还能顺手刮点肉下来。难怪一个个都那么兴奋，原来是知道等会有大餐吃。现在轮到年幼的猎人扛回去，从小这样进行锻炼，难怪看着瘦小，其实力量很大。不过还是低估了疣猪的重量，年轻的猎人很快就撑不住了，摆手表示自己真不行。老猎人对此非常无奈，年轻人平时就是不懂得节制，重新安排他们继续扛着锻炼，这次行走的稍微稳一点，两人可谓是憋足鼓劲往前走。老猎人看着那是相当欣慰，换上其他人接着扛起锻炼。前面的猎人还是太年轻了，扛的位置不合适，导致屁股一直被疣猪拱。幸好前面不远处就是据点，不然肯定会被撞得发紫。早就已经准备好火堆了，就等着他们将疣猪放进去。年幼的猎人表示自己还不能独自处理，只能在一旁看着学习如何烹饪。处理过程那是相当干净利落，摄影师都来不及拍下，就看到他们有扔火里面烤。老规矩，还是先将肥肉放锅里出油。这次疣猪块头比较大，加上出来狩猎的人数较多，大厨决定这次分量翻倍，让大家都能吃到多点的肉，哪怕什么调料都没有放，在锅里面不断翻炒已经够香，搭配的蔬菜就更不用说了，那肯定是管够的。基本上每次炖煮都会看到，已经成部落美食的标配蔬菜，锅旁边还烤着肉。大厨表示要让年轻猎人多吃点，不然下次又扛不动猎物，在部落中实在是拿不出手。大厨安排人将猪下水扔锅里，通过木棍不断顺时针搅拌，只要底部不粘锅就行，看起来还是挺诱人的。部落美食追求的就是原汁原味，他们觉得只有这样烹饪才能从食物中获取力量，搭配上蔬菜能让身体更好吸收。其实我看是主要光吃肉有点腻，蔬菜不仅能够去油，还可以让味道变得丰富点。光看锅里翻炒已经足够诱人，旁边的烤肉就不用说了。大厨保证今天这餐人人都满意，如果有不满意的下次别来狩猎了，是证明在狩猎队里面得罪谁都不要得罪大厨，他可是能决定谁要饿肚子的。
锅里加入生命之泉后面只要等肉煮熟就行了。看着锅汤的颜色就知道有多美味，原汁原味才是最棒的。已经有人想直接上手偷吃了。对于大厨来说，这比狩猎还累，需要不停的翻炒，确保肉都熟透。最重要一点是的，忍住不偷吃。换做其他人过来，早就先炫了再说。难怪大厨都不怎么愿意找人帮忙。尝了尝味道，感觉好还可以，等会撒上致死量的盐到里面，味道会变得更加美味。大厨对这锅肉那是相当满意。当地其实也是有不少香料能用，但就是觉得是在浪费食物。除了盐之外，其他都会破坏肉的味道，影响到大家获取力量，所以部落一直都很严谨，不可能随便添加东西到里面。其他人来帮忙搅动，那肯定会上手整点肉吃着，美曰为是帮忙常淑美。吃完一块那是还想再来一块，隔壁烤肉还没好就被人撕点来吃了。大厨也只能亲自上场分食，至少得保证肉不会被吃光，内脏部分想吃就吃呗，反正还没撒盐到里面，现在吃也只是过过嘴瘾而已。其他人闻着味就过来了，也不嫌弃，直接放嘴里咀嚼，已经想把锅里的炫碗。他们内心的躁动被大厨给按捺住，不然肉还没熟就已经被吃光了。连狗狗都围在旁边等吃，只能加大火力进行烹饪。不懂就问了，这上面的浮沫不清理吗？最折磨人的时候到了，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要做，就只能在旁边忍受着美味不能动，搞得内心那是烦躁的不行。年轻的猎人甚至想直接抢肉吃，可想而知这锅肉有多美味了吧？想着将肉往火那靠近点，希望可以快点填饱肚子。大厨表示不要着急，让他先尝看看炖煮的入味没，可把年轻的猎人给馋哭了，自己说什么也要整点吃的。其他人见状那是凑过来尝尝，锅里的肉已经炖煮的相当入味，都在催促着大厨搞快点，就等着撒上盐放开肚子吃了。大厨并没有因此而着急，还是先喝汤润润喉先，肉汤还是有点淡了，在思考着放多上盐合适。想着想着又拿了块肉上来，好家伙，难怪大家都想当大厨，可以提前享受到肉吃，谁能不爱呢？大厨吃的那叫一个痛快，苦了其他人在那干看着，锅那已经沸腾起来了，盐撒不撒已经不重要，现在就要整上点填饱肚子。肥肉加上汤水搭配在一起，油而不腻，非常让人上头。嘴里那香味是直接掀翻天灵盖，怎么会有这么纯正的味道？猎人表示什么都不用加，就这样直接吃已经足够美味。年轻的猎人感觉现在充满力量，让他自己扛油猪都没有问题。其他人看到他仨偷吃，立刻围过来。大厨尴尬的只好把汤倒回去，表示只是尝尝味道而已，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再不来点肉放嘴里面，就要被别人给吃光。有的人就喜欢荤素搭配起来，对他来说土豆才是最美味的，把里面的汤汁都吸收进里面，哪怕没有撒盐提升鲜美，这锅炖肉也已经非常美味，真正做到原汁原味零添加。如此原生态的吃法已经非常少见，一般人可能接受不来，但对于部落来说，这不仅是先祖传承下来的美味，更是他们的生存之道。所以哪怕有跟外界接触，也没有改变生活方式，这才是哈扎部落该有的样子。哪怕只是在吃土豆也很满足，猎人们的快乐就是那么简单。要是让他们放下弓箭去城里当牛马，那还不如去跟狮子肉搏，这样的美味其他地方可没得吃。虽然说并不是每天都能狩猎到吃的，但小日子还是过得挺滋润，不像我们每天都要打卡加班。狗子闻着肉香没得吃，一靠近就要被骂。猎人表示肯定会留点吃的，我可以给，但不能抢。他们是投喂开心了，摄影师在旁边可是要被馋哭。别看锅里好像很多的样子，对于猎人来说小菜一碟，如果不是为了大家都能吃上，2-3个人就能全部炫完。机智的猎人会偷偷打满到一边吃，享受着属于自己才拥有的快乐。牙口不好的可吃不下，隔壁狗子看着不敢打扰，希望能够分到点吃的。他表示着的看心情，肚子还有不少容量能放，等炫完有剩下的包会给的。一口热汤一口肉，这样的生活有人想体验下吗？虽然他不怎么喜欢吃蔬菜，但是还是得多吃点补充营养，不想下次扛油猪时又被人嘲笑。等他吃饱点快高长大，势必要成为部落里最强的猎人，单手就能够将油猪扛起来那种。现在都能感受到肌肉在爆发增长，说着说着把自己都给逗笑了。不过确实是有当猎人的潜质，饭量一点都不比其他猎人少，每个人都吃得非常开心，就是分到的肉并不算多，勉强算是让自己吃个半饱。狗子们在旁边闻着也是难受，肯定有人会问为啥一定要用手抓，不仅因为当地部落的习惯，还是有点门道在里面的。用手拿着吃可以判断出食物有多热，避免把烫伤舌头，同时身体可以感受到食物重量，往往会摄入更少的食物，更容易出现饱腹感，吃的时候也会感觉更加美味。所以说只要将手洗干净，这样吃会比用餐具更愉悦。其实应该还有一点，那就是能够更快抢到食物吃，这手慢了汤渣都没得喝。哈扎部落无论是狩猎还是干饭，讲究的就是一个效率。猎人们每天都要去狩猎，
如果哪天没有带回吃的，整个部落都要饿肚子，所以吃完后都会准备下一场狩猎。如果每天都能整上一锅肉吃，他们觉得这就是最快乐的生活。换作是你，想去体验一下吗？锅里面的肉那是越炖越入味，这个时候就看大家的手速了，一人捞上一点，很快就会清空，剩下的汤汁拿去煮面肯定很香。众人围起来搜刮最后的食物，真的是每一口都不可能浪费掉。也不知道游柱尝过之后，哈扎部落的菜谱上还有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